虽然只是丢了一部手机，没想到几天后变成了奇形怪状的尸体，死在郊外。你以为丢的是一部手机，但很可能丢的是自己的一切还有生命。在这移动互联网时代，丢了手机知道意味着什么吗？包括聊天记录、私密照片、你的兴趣爱好、生活轨迹、饮食起居，大到银行卡号码，还有你的指纹信息，将全部暴露出去。这部最新韩国电影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可怕的故事。娜美是一个喜欢拍美食照片、热爱分享生活的女孩子。娜美和朋友在 KTV 嗨了一夜之后，在公交车上不小心睡着了。车辆到站后，由于匆忙下车，手机不小心丢在了公交车上。很巧，捡到手机的人就是一个变态，他的一系列操作似乎都非常有经验，多次尝试过后解锁失败，直接就把屏幕给砸了。到了第二天，闺蜜来家里找她，却没看到娜美在家，直到在阳台上看到了一双脚。闺蜜心惊胆战地走过去，娜美躺在桌子下一动不动。闺蜜轻声呼唤她的名字。原来昨晚娜美醉酒后睡在了这里，酒醒后她也发现自己的手机不见了，给手机拨打了电话，电话很快被男人接起，然后用恋爱女声跟娜美联系，说自己捡到了她的手机，让两人误认为自己是个女性，从而放松了警惕，表示自己不小心把屏幕弄碎了，已经送到维修店，让娜美自己去拿。男人以老板的身份登场，他还特意戴了口罩来隐藏身份，让他填一份手机维修委托书，其中一项就包括提供手机锁屏密码。娜美稍微有些迟疑，但也没有继续多想。等他填写完以后，男人这才正式开始了维修工作。他利用密码解锁后，给手机植入了间谍软件，并将它与另一部手机进行了同步。等娜美走后，手机里所有秘密已经全在变态的掌握之下，对方甚至能开启摄像头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、回的消息以及视频电话，任何手机上的操作。自此之后，娜美完全没意识到自己所有的日常生活、隐私秘密就这样彻底曝光在变态的眼皮底下。男人掌握了娜美的所有隐私，她的家庭住址、工作地点、大门密码，甚至还有兴趣爱好，这都被男人一一记在本子上。但这还不是他的最终目的，接下来他进行了下一步计划。到了晚上，男人来到了咖啡店里，选择的地点正是娜美家里开的咖啡店。不经意间便问娜美，这里卖不卖稀有汽水？出现这么一个帅气的男孩子，也和自己一样喜欢喝稀有汽水。娜美好奇地发现，对方的兴趣爱好竟然跟自己相似，便忍不住多聊了几句，却更令娜美对他的好感倍增，瞬间就放下了警惕。此时，娜美的父亲却一眼看出，他觉得男人有些不对劲，好像在刻意迎合女儿的喜好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叮嘱女儿离他远点，肯定不安好心让娜美跟他保持好距离。父女二人也因此闹得有些不愉快，这一切也被男人通过手机看在眼里。他决定进行下一步计划，就从切断娜美的社会关系开始。第一个就先除掉娜美最亲近的人。恰好在今晚，娜美的闺蜜要来过夜，两人忙着正在聊天时，男人趁机操控娜美的手机，给她父亲发去道歉的短信，然后附送了一条下载链接。谨慎的父亲迟疑了一下，看女儿这么懂事，便打消了顾虑，还是点击安装了。可没过多久，门口就收到了一个奇怪的箱子。父亲刚开门查看，与此同时，警方在荒郊野外发现了一具女尸，死状极其惨烈。随着深入挖掘，竟在附近又发现了6具尸体。凶手的犯案手法很相似，但因雨水的冲刷，警方也没有在尸体上找到有用的信息。警长不死心的在附近搜寻，却在森林深处发现了一棵特别的树。更可怕的是，树上竟然挂着写有宇俊荣名字的木牌，而宇俊荣不是别人，正是警长7年前离家出走的儿子。这让他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。怀着复杂的心情，他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自己的同事郝宇，同事让他上报给警局，而他却决定自己抓住儿子，搞清这一切的真相。但这边娜美却更加危险，而娜美的手机正是他捡到的第8部手机，这也说明娜美已经离危险不远了。娜美正在睡觉，而她的手机却自己动了起来，却疯狂地发着消息，又自动恢复完好的页面。等第二天娜美起床后，看见闺蜜睡得跟死猪一样，本来还想偷拍几张丑照，却发现手机闹钟不仅没响，而且已经过了11点钟，99个未接来电全是老板打来的。娜美吓坏了，她急忙叫了辆出租车赶往公司。在车上，这回他人更是直接傻掉。原来就在昨晚，自己的社交账号不仅在群里公开辱骂老板和同事，还曝光了公司产品有质量问题，用的全是廉价材料来欺骗消费者。当娜美赶到公司后，发现全体员工早已在等候她。她赶紧解释自己的手机遭到了黑客攻击，但此时已经没人相信她。如今公司被害得面临倒闭，老板当场将她赶出了门。
娜美好像行尸走肉般走出公司，她不明白自己只是睡了一觉醒来，怎么会变成这样。直到闺蜜安慰她时，娜美才委屈地哭了起来。而男人下一个目标就是闺蜜。随后，娜美想要报警处理，而警察却让她提供被黑客攻击的证据，警察才肯立案。这时候，娜美刚好想起上次在店里认识的男人，正好就从事网络安全工作，而她却想不到这个变态就是一切的罪魁祸首。三人在咖啡店碰面后，变态男士先假装查了一遍手机，然后说手机的确被安装了病毒软件，但已经被自己清理过了。临走前还故意欲言又止，所以连忙追上去询问。男人则趁机挑拨娜美和闺蜜两人之间的关系，结果变态骗她说这款间谍软件只能和监听，但没有远程操控功能，所以肯定是有人偷用手机发的那些信息。 제가 그럼 추론을 한번 해보면 누군가 몰래 남의 집에 들어가서 그 집만 하고 도망갔다는 말이 되거든요. 这番话一出，她不禁怀疑起了闺蜜，因为昨晚她恰好就在家里过夜，除了自己，也只有她才有机会动过手机。娜美忍不住当面质问闺蜜，闺蜜知道最好的朋友竟然怀疑自己，一时无法接受，眼看无论怎么解释也说服不了娜美，闺蜜也赌气地承认。 그래 내가 다 한 거야. 그래 내가 다 한 거라고. 그래서 뭐 어쩔 건데? 경찰에 넘기게? 해봐. 너 진짜? 다시는 연락하지 마. 两人就此绝交，而这一切都被店外的男人看在眼里。眼见闺蜜哭着走出来，变态知道自己的离间计成功了，而娜美看着往日和闺蜜的欢声笑语，仅仅才3天时间，自己的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气得把手机摔了出去。就在此时，她忽然看着摔坏的手机，好像觉察到了什么，她才忽然想起自己的手机曾经到店里维修过。于是娜美立刻跑回那家维修店，却发现2个警察已经来到这里，现场已经被毁得一团糟，还贴满了黄纸。原来警长经过仔细调查，已经基本确定了嫌疑人，很有能是自己几年前失踪的儿子宇俊荣。看到娜美后，警长已经知道娜美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。此时娜美还以为那人只是个偷窥狂，却不知道面对的是一个连环杀人狂。他竟然主动将变态约到家里，然后让警方将他逮捕归案。于是娜美假装没有发现手机的漏洞，继续跟变态周旋。对方果然上当，还心情大好的剪了个发型，准时来到娜美家楼下。警长没有耐住性子，他迫切的想质问儿子为什么要做这种事，于是只看到一个背影，就立刻跟手下将他包围。结果当男人转过头后，他才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的儿子。两人以为他是路人，简单询问了几句后就把人给放走了。为了保障娜美的安全，警长建议他今晚先别回自己家。娜美只好先换了个旧手机，然后到父亲的别墅去。而警长临走前也将名片给他，让他一会给自己报个平安。推开房门一看，父亲似乎已经入睡，便没有打扰，他便回到了自己的卧室。结果这时候变态却发来消息，叫他打个电话过来。尽管已经换了手机，但他没有完全摆脱监控。这是变态的电话号码，却没想到电话一拨过去，铃声竟从楼上父亲的房间里响起。娜美瞬间毛骨悚然，赶紧冲到父亲的房间查看。她掏出手机想要报警，但刚按下的号码瞬间就被删除了，手机也开始疯狂的自动拍照。看来连这个刚换的旧手机也被变态占据。但此时房外却传来父亲的声音。娜美循声来到客厅，虽然桌子上放着录音机，但她和父亲的录音却不是从这里传来的。转头一看，一部手机伸了出来，原来变态就躲在这里。他嘴角带着笑容，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娜美刚想动手，才发现父亲已经在对方手里，没办法，只能乖乖听话。变态要求娜美给警长报个平安。信息发完后，他把警长的名片扔在了地上。接着娜美询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。 네 폰 내가 주웠으니까. 뭐? 아니 뭐 대단한 이유가 필요한 거야? 娜美没想到会是这荒唐的理由，这人果然是个反社会的变态。趁男人进洗手间时，娜美抓起武器蹲守在门边戒备，但对方却迟迟没有出来。结果却听到里头传来奇怪的声音，她往门缝一看，结果发现父亲就被绑在浴缸里，男人拿着一把刀抵在脖子上。娜美只能任其摆布，让胶带把自己的双手双脚捆住。尽管如此，变态还是准备放水把父亲淹死。听见娜美叫的声嘶力竭，他又关掉了水龙头。娜美苦苦哀求，只要男人放过父亲，自己什么都可以听他的。变态考虑了一下，然后说道：“그럼 네가 죽여?" 他把娜美也扔进了浴缸，让娜美压在他父亲的身上，水位瞬间上升，把父亲的脸淹没。但被束缚着娜美却什么也干不了。这时变态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变态把娜美绝望的脸拍了下来，设为了手机屏保，然后就走出了客厅。他发现了娜美扔的纸条，
而背后则写着一句话：不要发送信息，只能打电话。这说明刚才那美发的短信已经暴露了。他警惕地转头一看，警察果然已经来到现场。他悄悄躲在暗处，拿着武器，准备趁警察进屋时从后面将对方干掉。但还没来得及下手，就被警长用枪抵住了脑袋，终于将这个变态抓获。原来在回去的路上，警长接到了同事的电话，说是在水库找到了他儿子的尸体。他也基本明白了这一切。7年前离家出走的儿子早就被这个变态杀害，儿子才是男人杀害的第一个受害人。在警长的审问下，对方盗取了儿子的个人信息，到处犯案，这才导致警长被误以为儿子是凶手。当得知儿子已经被害，警长情绪激动，不仅将变态殴打了一顿，举起枪想要为儿子还有其他受害人报仇，但仅存的理智让他无法扣下扳机。此时那美也被救了上来，好像父亲已经溺水没有了呼吸。看着客厅里的变态依旧一副非常嚣张的模样，变态还趾高气扬地说着警察是不可能杀我的。那美的眼神逐渐犀利了起来，他偷偷顺走警察的配枪，缓缓来到变态面前，接着举起手枪。此时变态也终于害怕起来。这一刻，他为自己也为所有受害者报了仇。突然身后却传来声音，原来父亲没有死，被救活了。今晚过后，这起连环杀人案虽然已经彻底告破，但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。娜美也在警长的帮助下逃脱了法律责任，但她幸存者的身份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。娜美家里的咖啡厅成了网友们的打卡圣地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，她依然还要活在摄像头之下。